开始。嘿，大家好，欢迎回来，我是 Ariel。我在硅谷湾区的大厂这边干了15年，身边环绕的都是房间里面那种最聪明的人，个个都是名校毕业，每个智商都很高。但是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，就算是顶级的工程师，为了多拿5% 的 bonus， 他也可以把自己卷到 hopeless。而那些连代码都不怎么读得懂的门外汉，反而早早就实现了 wealthy and famous。我今天想要做这个视频，也是因为最近真的被推了好多类似 topic 的文章和书籍，他们都是在讨论为什么 dumb people 反而会混得比聪明的人更好，either 更早达到财富自由，或者是赚到更多的钱。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我小的时候总是以为那些有钱人肯定是比一般人要聪明，那如果真的是那样子的话，每个博士都该有个私人飞机了。现实是美国的百万富翁，他们平均 GPA 在大学的时候其实只有2.9，虽然没有不及格，但是也快了。研究分析，收入最高的那个 top 1%、top 5%， 他们的智商实际是比那些拿着高薪的中产精英要低一些。这就意味着，在如今这个社会，致富的关键不在聪明。因为我就是想要从心理学，还有我自己being一个 ex-engineer， 就是我曾经也是个工程师，聊一下为什么那些 dumb people 反而常常能够赚到更多的钱，或者是更早财富自由、早退休。实际上，如果你一直用聪明来定义自己的话，其实也是一种枷锁。我们从一个故事开始吧。1898年后，美国纽约出生了一个男孩，他的 IQ 高达300，18个月他就可以读 New York Times，5岁的时候他就可以写论文关于解剖学。他也是哈佛大学最年轻的一个学生，11岁就入学了。他的名字是 William James Sidis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他？当时的媒体称他为一个奇迹男孩。那你 imagine 这个人他IQ 这么高，是不是未来这一生走得会非常顺、非常好？但是其实不然。成年后的 William 他隐姓埋名，他每个星期只能拿23块，他做的工作是一个记账员，就非常普通，完全没有用到他的天才和 IQ。如果有人认出他，他就开始躲，换个工作，换个城市。最后他46岁就死掉了，死在了他的出租房里面，身边一个亲朋好友都没有，所以他的成年阶段是过得比较悲惨的。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？所以我就做了进一步的研究，发现了几个阶段吧。我们先看最开始的，就是身份是如何建立的。人类是从2岁左右可以在镜子里面认出你自己是你。5到8岁这段时间呢，大脑开始发展出特质思维，就是 trait thinking。这段时间，如果周围的人不断夸你很聪明，它就不只是几个赞美而已，它会在你的脑袋里面 develop 出一个大脑神经通路。那小时候获得的赞美越多呢，就像是我们可以把它比喻成是在森林里面走一个 pathway， 然后有越多人赞美你，就是越多人走这个 pathway， 然后这条路径就会越来越深，在你的脑袋里面也会是越来越 established， 最后你就会认为你就是聪明的。从8到11岁这段时间 Erikson define 这个阶段叫做勤奋对自卑，就是你会拼命想要知道自己我哪里特别，我为什么有价值。我们的大脑是喜欢比较省事儿的来 think， 所以如果你已经认为自己是聪明的话，那你会 define 出一个答案，就所有事情发生你都会觉得我就是那个聪明的孩子。这个情况其实是很危险的，因为它会给你陷入一个身份陷阱，你的大脑会开启 enhanced confirmation bias。生活里面一遇到什么事儿，你就来 confirm 你是聪明的。比如你的考试拿到 A， 那你会想，哦，那就是因为我聪明。但如果你遇到一些新的没有解决过的困难，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，你就会开始逃避，因为那个时候你就会不自觉的想，如果这件事情我失败了，那我会不会就不聪明了？所以我不想要去 challenge 这个 identity， 就不去试了。如果你从很小时候就会背唐诗300首，会背三字经，考试的时候总是拿100分或者90几分，那你可能经常受到老师和家长的赞赏。7岁的你收到这些赞赏，觉得自己是聪明的，那个是你为了理解这个世界建起来一个保护层。但是27岁的你如果还这么觉得，那它就会成为你的一座牢笼。反而 dumb people 更有机会学习一些在这个复杂而善变的社会里更容易 survive 的技能。比如说他们想要做什么就会一直尝试，就算失败了也会从原地再站起来，然后再试一遍。他们 build 的是一种最基本可以在这个社会上活得很好的能力，就是如何在高压和挫折中优雅的挣扎。事实证明，所谓的 tenacity 就是韧性、努力以及持续改进的能力，它本身就是一种技能。以上说了这么多，我准备了5点，为什么dumb people usually 会比你赚得多或者更早财富自由。
第一点，我们要来看的是聪明的人凡事都会过度分析。比如，你有没有发现那些聪明的人想要去做一件事情 ，for example， 他们想要创业一个公司 ，they will have like 300 tabs open 去 research market analysis 也好，有什么原因他会 fail 也好 ，what ends up happening 就是他们永远都不会 actually 行动起来，因为这300个 tab 就给了他们300个再等等的理由。在退休规划也是这样，就是我们经常在算你到底有没有足够的钱嘛。如果是聪明的人呢，就会比较想要 confirm 自己有99%以上的 chance 不会 run out of money before you die， 所以他们就会算各种统计模型啊 Monte Carlo simulation 这些。这个世界瞬息万变，10000种可能还是达不到99%的确定性，所以他们就会多工作几年。而那些所谓的比较笨的人呢，他们会用一些更直观的方式，比如说80-20法则，或者就直接简单的4%原则，算到我的资产已经是我的年支出的25倍，那我已经可以早退休了。但只要你 stay in the market long enough， 然后 do not panic sell 这些 which we all heard of， 很有可能这些dumb people 用的这个 rough calculation 也是够活一辈子的，那他们得到的是就是更早几年可以享受人生。第二点就是所谓的安全路径，在 smart people 的眼里，如果没有100%的确定去转行，或者是辞掉一个稳定的工作去创业，都是一件极度危险的事情。但是他们往往漏算了一笔账，也就是如果你继续留在那个让你灵魂枯萎、原地踏步的岗位，日复一日的损耗自己才是最高的代价。Smart people 本能的谨慎，其实也是因为这背后有一个深层的心理机制。从小到大，聪明人就会被训练成要走这个 ordinary path 嘛，就是好好学习，考好大学，找好工作，会太擅长玩这个规则里面的游戏，所以你会比较排斥规则外面的游戏。但是问题就在这里，如果你一直在走所谓的安全路径，那 most likely 你也只能达到一个平庸的结果。而 dumb people 呢，他们就不会被这个常规框在里面，会更有可能去试一些别人想不到或者别人不敢去 try 的路径，就是盲目而大胆，不会像 smart people 一样嫌风险大而错过机会。这么就越说越觉得这个dumb people 就是我，然后那个 smart person 就是我老公，就我们俩就是这样子的。比如说我要做 YouTube 之前，我老公算了多少可能性，要告诉我有 less than 0.00001的可能性会成功，然后我就没有去做这些 analysis， 我只是觉得 my gut tells me I want to do it and I gotta try it, man。所以 here we are， 就是 if you walk ordinary paths, you're not gonna get extraordinary results。 第三点 smart people 和 dumb people 的不同就是 action versus planning。追求完美其实是变相的拖延。聪明人经常会把自己陷到一个陷阱里面，他们觉得做计划就是做事情。比如说登山吧，以我的经历，我 represent dumb people， 我就会没有做太多 research， 然后就开始登了。通常我登到山顶的时候呢，我老公还没去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还在查这个 trail 到底有多长，它有什么 difficulty， 它会有多少地方是有 shade， 还有它的 hiking shoes 够不够厚，他会查一大群的东西。但是我已经达到山顶了。在现实的动态环境里，规则随时都会变的，有时候天气不会照预报的那么走，山路也有可能会塌方，新的机会随时会出现。已经在上山的人可以根据遇到 whatever 情况然后 pivot， 但如果你一直都在山底下，手里拿那个地图，可能已经在现实世界里面失效了。第四点 I also see it between me and my husband， 也就是面子问题。从小被夸聪明的人会有一个软肋，他们会把自己架在一个我总是正确，还有我很能干的这么一个自我评判系统里面。这种自尊心也是一个双刃剑了，它可以让你优秀，也可以让你变得脆弱。对于 self-identify as 聪明的人，就会比较更怕，比如说在 class 里面举手问一个 stupid question， 或者是做一个公众演讲的时候，你就特别怕自己会出洋相说错话，那个就会让你 challenge 你自己是一个 smart person 的这个身份认同会崩塌。为什么笨人就比较不怕失败呢？因为他们身上本来也没有这些标签。比如说我现在在做这些 YouTube， 经常有人 challenge 我说的东西，这个不对，那个不准确。I'm not offended, I'm learning， 我觉得非常好。Dumb people 就比较不用担心面子问题，而是可以在如果失败了这个废墟上原地站起来，然后继续迭代呗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第五点，通常 smart people 都会有一个 golden handcuff， 就是我们说的金手铐，尤其是在职场里面，聪明的人往往是这个职场规则下的一个比较优胜者吧，因为他们从小上学的就是
top few percent，right？ 他们也更容易在职场里面拿到更多的奖金、更多的 raise 和更好的 title， 这些都会让虚荣心继续爆棚，继续被 reinforce， 对吧？那笨人呢就更容易逃离职场，因为他们本来 performance review 也不会是 above average 的那一群，所以他们的 handcuff 就没有那么闪亮，反而更容易让他们离开去 try other things， 没有那种我没拿这个奖金就亏了的心理负担，所以dumb people更愿意去尝试创业。在聪明的人还在卷职场的职级的时候，笨点的人就已经通过非传统路径达到了财富自由、早退休。咱们越大越会发现，最终在社会上走得更远的那些人，往往不是因为他们最聪明，而是他们可以跟其他有能力的人建立一个真正的relationship。 在这个社会上走得远，需要的是 collaborate with other people， 就算是这个 other people 是你不喜欢的人，很难 deal with 的人，你也要有能力可以跟他们 collaborate 得非常好，并且会不耻下问吧。我从来不会 hesitate 说这一块我不懂，你帮帮我。 I often 问人家，我发现大家也是很愿意帮你的，最后自己 define 自己是聪明的人，都有一个通病，就是想要一遍一遍的 prove 我就是房间里面最聪明的人，或者我很有能力的一个人。这种心态可能会让你更容易成为一座孤岛，虽然孤傲，但是资源有限。我自己也曾经走过这个 path， 所以我是亲身懂的。现在回头看， I wish I could just be able to collaborate with all and everybody， 那个会对我的路径和我的关系网会有很大的帮助。刚好我最近也读到一个 TED Talk， 那里面说的是就是关于 You're not that special， 你不是特别的。通常我们听到这个会稍微有点不高兴或者 offended， 但是听了这个道理以后，我觉得还挺 eye opening 的。我跟你们说一下，逻辑是这样的，如果大家都是特别的，其实没人是特别的。更深层的问题是，如果你觉得你是特别的，你其实是把你自己跟这个世界隔离开来，这种我最特别的心理会让你变成一个自我中心，就是 self-focus 的人。你会觉得你人生中遇到的问题都是别人造成的，你的痛苦是最特别的，没人能懂。这种极度的特别感会给你 cause 抑郁或者焦虑，因为如果你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跟大家不一样的人，那你会觉得孤立无援的。承认自己不是特别的，其实是一种巨大的解脱。这并不意味你是平庸的，而是意味着你不再孤独，因为你的感受别人也有过，你面对的难题前人也已经给过答案了。因为你不特别，所以你在这个世界上才会不孤单。我说的这些其实是就是为了让你明白，即使表现得不够好，你依然可以活下去。你的自我价值从来都不需要跟你的表现死死绑定，就算你不是时时刻刻都是精英的状态，真正爱你在乎你的家人朋友也不会因为这个对你有什么 negative 的感觉，也不会抛弃你。每一次的尝试然后失败再重新站起来，你的大脑都会重新 form 一个 pathway， 你再告诉你的大脑，失败不等于死亡，尴尬也不意味着被放逐。在某件事情上没有成功，做得差了，并不会让你这个人变得不值得。我是小时候有人告诉过我，在大多事情上表现平平，那不叫失败，那叫正常。你看到那些 top 1%、top 5% 那些很成功的人，他们能成功未必是因为他们比你聪明，他们愿意走在前面是因为他们 does not mind 别人觉得他们笨一点，他们愿意去问那些显而易见的问题，他们不介意在众人面前跌倒，拍拍土站起来再试一次。